这男人的内心究竟有多变态？他为了得到心中的女神，不仅残忍杀害了女孩的男友，而且还拍了很多不雅照发布到了网上。故事开始，我们的玉田是一名书店经理。这天，他的店里迎来了一位女顾客，在见到女孩的瞬间，玉田就深深的被她吸引住了。这一刻，他已经连死后合葬在哪都想好了。看着这个对自己无比热情的男人，女孩其实并没有多想。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一个很正常的动作，却让男人产生了幻想。Are you not wearing a bra? And you want me to notice? If this was a movie, I'd grab you and we'd go at it right in the stacks. 结账时，女孩用信用卡结账的行为，又让玉田产生了误解。他认为女孩是故意的。You have enough cash to cover this, but you want me to know your name. Guinevere? Yeah, my parents were assholes with the whole naming thing, but everyone just calls me Beck. 由于得到了女孩的名字，那么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要知道，互联网上没有秘密可言。很快，玉田就在网上查到了香秀的信息，不仅得知了她的兴趣与爱好，甚至还从一张搬家的照片上查到了女孩的住址。于是，玉田便来到香秀的家门口，近距离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然而，这种行为似乎还得不到满足。于是，玉田趁香秀出门的时候，谎称是她的男友给物业公司打去了电话，说家里煤气发生了泄漏。就这样，玉田光明正大地进入了家里。Is Beck here? Nope, Super let me in. Someone reported a leak. Right, yeah, she mentioned that. Is everything okay? Yeah, all clear. Tell your girlfriend there's no leak. Done so. Okay, thanks. Well, I can just lock out. 在满足了自己的小癖好后，玉田又找到了香秀床上的电脑，从轻易就能查看里面的内容来看，我奉劝大家一定要设置好密码。随后，玉田又在香秀的闺蜜群里发现，她昨天给好友提到了自己。Wow, just met a human male who actually reads. Alert the media. What if it's finally time for me to date someone good for m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I wasn't crazy after all. No. 可就在这时，香秀居然回来了。无处可躲的玉田只好藏在浴室里，两人之间仅仅只有一张窗帘，而香秀此时还打开了喷头。就在我以为玉田即将暴露之际，香秀的闺蜜却打来了视频，让她赶紧去酒吧集合，这才让玉田躲过一劫。酒吧里，女孩肆意的和好友买醉时，当然没注意到玉田就在旁边。不久后，香秀烂醉如泥的出现在地铁站，只是她不知道的是，一名男子已经等待她多时。一位醉酒女孩摇摇晃晃的来到地铁站，手中还不停的给别人发着信息，可哪想下一秒意外就出现了，女孩竟然掉了下去。更恐怖的是，地铁也马上就要进站了。恍惚中，女孩看到一个男人朝她跑来。就这样一出完美的英雄救美发生了。此情此景下，本以为两人会发生点什么，可奈想下一秒，经过这一下的折腾，香秀也从醉酒状态清醒了过来。同时，她也认出了玉田就是昨天的书店经理。为了表示感谢，香秀便让玉田送她回家。狭窄的空间内，两人的关系也是突飞猛进。玉田都以为今晚能够负距离接触时，可偏偏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香秀居然有男朋友。临走前，玉田让女孩留个联系方式，可香秀翻遍全身都没找到手机，最终只留了一个电子邮箱。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手机其实就在玉田手上。Because everyone needs someone. What you really need is someone to save you. I can help, Beck. Let me help you. 于是玉田再次来到香秀家门口，望着屋内即将打扑克的两人，玉田的内心可谓是百感交集。随后他就拿出手机，很快就找到了男人的信息。男人叫永强，是个有钱的富二代，但私生活却很糜烂，是一个典型的渣男。You fall for the wrong men. Bad men. You let them in. You let them hurt you. 隔天正在上班的永强突然收到一个短信，表示要和他公司展开合作，而给他发信息的人正是玉田。就这样，在玉田一步步的引诱下，永强孤身走进了地下室。Hey, man, I'm thinking maybe. 当然，玉田并没有杀他，只是把永强囚禁了起来。而这样做当然有目的。先前永强昏迷的时候，玉田便给他拍了几张不雅照，随后又用手机把他上传到了网上。另一边的香秀看到男友的行为后，当然是气愤不已，而玉田则趁机约了香秀出来。如此完美的计划下，再加上玉田本身就有不错的口才，很快香秀就沉沦在了其中。I'm glad we met. Glad we're friends. For the love of Christ. 并且在第二天，香秀又主动来到书店，不仅亲手做了美味的甜甜圈，而且还献上了自己的香吻，想着女神就要属于自己了。玉田的内心也是暗自下了一个决定，他不想任何人阻止这一切。于是玉田又来到地下室，递给了永强最喜欢喝的饮料，只是这里面添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就这样，永强不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本以为解决了永强就能拥有了香秀，但玉田没想到他居然只是个备胎。Joe is still a maybe. A maybe? I'm a maybe?And you're still screwing other guys back. 香秀为了忘记前男友，居然每天都在网上约人打扑克。望着屋子内打扑克的两人，玉田也是暗自下了决心。I'm not a maybe. I'm the one.
由于昨晚的战况属实惨烈，香秀家的床也报废了一张，这一切都被默默观察的玉田尽收眼底。于是他便给香秀发去短信，谎称自己想要购买一张茶几。就这样，也想要换床的香秀直接就同意了邀请。 You read my mind. 你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购物之旅，可在玉田花言巧语的挑逗下，两人居然在大庭广众下搞起了颜色。好在关键时刻香秀还保持了一丝理性，不然明天他俩肯定要上热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开心的购物之旅也即将结束。可就在这时，意外出现了，书店那边打来电话说停电了，电工想要去地下室检查一下配电箱，这可把玉田吓坏了。要知道永强的尸体还在里面。和香秀告别后，玉田便火速回到了地下室。此时永强的尸体已经开始化脓，并且还伴随着难闻的尸臭味。经过艰难的包装，玉田把尸体带到了野外，准备一把火把它烧个干净。内想大火刚刚点燃，一对露营的情侣就朝他走了过来。 That's one hell of a bonfire. Yeah, what can I say? I went a little crazy. You're welcome to join if you like. Please say no. Please say no. Oh, that would be great. But we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car before it gets any darker. Good luck. Yeah, have a good one. You too. 隔天，玉田又用永强的手机发了一条动态，表示他还活着的假象。而香秀经过昨天的经历，也决定认真的和玉田交往。为了表明决心，他也把手机上的约会软件全部卸载了。而玉田为了回应，也把香秀带进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当然，里面的尸臭味已经处理了。这一晚，他们发生了羞羞的事。可令香秀没想到的是，战局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What was that? 8 seconds? 香秀为了缓解尴尬，只好躲去了卫生间。而在床上的玉田也很郁闷。随后他看香秀久久没有归来，便拿起他以前的那个手机查看。发短信的人居然让香秀明天去小旅馆，而且还发起了一笔转账。 What? Obviously, you don't love him. Love ya. 隔天，玉田通过香秀的订房记录，也去这家旅馆开了一间房。他想看一下这个男人到底是谁。然而没想到的是，来人居然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So good to see you, hon. Yeah, you too, Dad. Dad? 原来这老头给香秀转钱，只是为了让香秀可以买一身好看的衣服，好陪自己参加一个小镇的活动。当然，玉田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跟踪计划。在制造出一场偶遇后，玉田也顺利见了家长，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好了。并且这次打完扑克以后，香秀暴露了自己的底线，玉田也发现自己并不是鞭长莫及，而是昨晚太过于紧张。本来照这样发展下去，两人应该很快就踏入了婚姻殿堂，但是有人却不愿意了。她就是香秀的好闺蜜刘英。刘英是个富二代，家境十分优越，她非常看不起玉田，认为她不是香秀的良配。对于这个经常找自己麻烦的女人，玉田当然十分不爽，于是她便暗自跟踪起了刘英，想要得到一点她的把柄，好让香秀离她而去。终于在一个聚会上，玉田拿走了刘英的电脑，里面竟然全是偷拍香秀的照片。这下玉田终于明白了刘英为何厌恶自己了，原来她也想完全占有香秀。 She wants to watch you, have you, control you like she controls every other piece of her life. She wants you all to herself. Beck, you've got a stalker. 并且刘英的手段也十分刁钻，每次和香秀吵完架以后，她都会服用少量的药物，假装自己想要自杀，让香秀留下来陪自己。而香秀作为好闺蜜，当然不忍心抛下刘英。然而刘英不知道的是，她的对手岂是泛泛之辈？玉田的变态程度你无法想象。于是，在一个清晨，玉田跟踪了刘英，在她落单的时候，玉田一个加速下朝刘英下手了。 Oh, she's dead.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刘英，玉田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谋杀竟然没有成功，刘英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虽然他不知道谁袭击了自己，但出院后就赖在了香秀家，还自称有了创伤后遗症，见到男人就会害怕，让玉田暂时别来这里。这个理由可把玉田给气得够呛。香秀虽然不知道闺蜜说的是真是假，但为了她能够好好的保养身体，于是便给男友说了声抱歉。临走前，玉田无意的一瞥，竟然发现刘英包里有2张飞往巴黎的机票。看来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第二天，香秀找到玉田，说要和刘英去乡下的别墅休养几天。有所察觉的玉田当然不放心他俩独自相处，于是他也连夜出发，准备前去监视。可能想半路遭遇了车祸，等醒来后已经是大白天了。随后，玉田拖着受伤的身体溜进了别墅。此时屋内的香秀正在洗澡，而刘英也在一边偷偷的观摩。 Look at that. How dare she invade your privacy like that? It's perverse. God, I have to pee. 等香秀沐浴出来后，刘英和她说了想移居巴黎的想法，并且希望她也能一同前去。定居巴黎对香秀来说简直充满了诱惑。 Don't do it. Okay. 这时，刘英的朋友也来到了这里，并且还带来了某种小糖果。服下后，刘英就开始戏弄香秀。原来她想来的3人行必有我食言。这一切当然被提前躲在床底的玉田听得一清二楚。好在最后香秀还保持了一丝理智，表示自己有男朋友了，已经不能这么嗨的玩了。随后就走出了房间，而玉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只能独自待在床底熬过这漫漫长夜。第二天，香秀辞别了刘英，他认为两人作为朋友，现在已经有所逾越了，然后就叫车离开了。这一刻，香秀的身影在玉田的眼中简直是光芒四射，可是忘乎所以的他却被刘英发现了。通过这次私闯民宅来看，刘英怀疑就是玉田袭击了自己，而且他还抢走了香秀。新仇加旧恨，两人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玉田当然也不肯束手就擒，但逃跑中还是身中一枪。而女人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也认为男人已经死去，可哪想玉田只是诈死。顺利解决刘英后，玉田又在他的电脑上伪造了一份遗书，让警方以为这是一场自杀。如今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没了，玉田只要安慰好伤心的香秀，那么就能陪伴她度过余生了。为此，玉田也把监视香秀的手机藏了起来。可奈想世事如常，仅只过了1个月，两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先是刘英经常接到神秘短信，并且对玉田还十分防备，而玉田为了缓解这个局面，不仅准备了烛光晚餐，还为香秀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生日派对。结果那天香秀却迟到了很久。 Where were you? Sorry. Like I called, I texted you. Yeah, I know. My therapy session ran long. Okay, so then why didn't you call me? I forgot. But it's your birthday, Beck. We made dinner plans. Well, I lost track of time. 这一刻，两人的矛盾瞬间放大。看着明显不想说实话的香秀，玉田也决定不再低调，于是他又拿出了藏好的手机。一个备注为狐狸的人刚刚约了香秀见面，而香秀还发了小红心作为回应。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被绿，玉田便开始跟踪起了香秀。然而这一次他被发现了， Are you following me? 被自己的男友跟踪，香秀的心情当然很不爽，两人也在大街上吵了一架。 Who's the fox? What? The fox. The fox, Beck. My friend, Emma Fox from Brown? I guess that wasn't readily apparent on the text from my phone, huh? 听到香秀的解释，玉田也知道自己误解了女友，随后他就想服个软，但香秀却认为两人之间已经没了信任，于是他便和玉田提出了分手。 You and I were over. 看着逐渐走远的香秀，玉田也是后悔不已，可能这次真的伤害了她。 I was wrong about all of it. The only thing I wasn't wrong about was loving you. So, I'm letting you go. 隔天，玉田找到香秀，和她说了一声抱歉，两人选择了和平分手。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并没有。晚上就和邻居黑妹打起了扑克，直接开启了一段新的恋情。转眼时间流逝了3个月，在此期间，两人简直是形影不离。尽管黑妹这人很是不错，但玉田心中还是有一根刺，那就是他忘不了香秀，每天都会偷偷查看她的朋友圈。而香秀看到玉田过得这么幸福，内心也不是很舒服。没错，她吃醋了。为此，香秀决定把玉田抢回来。于是她故意制造了一场偶遇，让两人再次相见。就这样，他们又取得了联系，并且还用短信聊到深夜。短短数天下来，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死灰复燃。尽管他们可以尽情的打扑克，但香秀还是得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黑妹的存在。这天晚上，香秀哭着找到玉田，她说自己这样做对不起黑妹，表示要结束这段关系。如此委屈的模样，玉田哪能不心疼？于是他回去和黑妹分手了，随后又去找到香秀，两人就这样复合了。而被一脚踢开的黑妹也没有直接离开，她找到香秀，先是对她进行了一番感谢，表示让自己看清了玉田的真面目，随后又警告香秀要小心一点，不要沦为成他这样的下场，因为玉田心里还有一个人，他的前女友小萌。 What he did to me, one of these days he's gonna do to you. Or worse. Maybe he'll do whatever the hell he did to Candace. Enjoy it while it lasts, Beck. 第二天，香秀就从社交平台查看这个女孩的资料，她发现女孩已经1年没有更新过动态了，仿佛人间消失一样，完全没有一点消息。随后，香秀又找到小萌的好友，从她口中得知到，当时好像是小萌背叛了玉田，然后小萌就消失不见了。而且更恐怖的是，另一个当事者竟然直接死了。一瞬间，可怕的想法立马从香秀脑子里冒了出来，她不认为事情会这么巧合。于是玉田一回家，香秀就发起了质问，可玉田听后却十分淡定。只见他拿出手机，然后递给了香秀。 She changed her name when she... 看着眼前的照片，香秀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可玉田却不愿意了。你竟然敢怀疑我，那么我也要怀疑你一下。因为他刷遍了香秀的社交平台，都没找到这个叫狐狸的大学同学。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给香秀治疗的心理医生。很快，玉田的猜想就得到了印证。抢过医生的手机后，发现里面全是他和香秀的来往短信。这一刻，玉田无比暴怒，回到家就开始质问起香秀。 Are you? Or were you ever fucking your therapist? Answer me. Answer me! Yes. 尽管得知了香秀背叛过自己，但玉田还是选择原谅了他，因为他相信香秀是爱他的。 I've never loved anyone the way
that I love you. 就这样，两人又重新和好了。他俩简直是一对卧龙凤雏。可第二天，香秀上厕所时看到头顶的天花板，这让他想起隔壁小孩说的秘密，那就是天花板里面是一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出于好奇，香秀打开了天花板，并且从里面发现了一个盒子，不仅发现了自己的贴身衣服，而且还有前男友永强以及闺蜜刘英的手机，甚至还有一盒被拔下来的牙齿。这代表着什么？我相信香秀已经明白了。可就在这时，玉田回来了。香秀见状便想逃离这个地方，可还是晚了一步。玉田已经发现卫生间的东西暴露了。等香秀再次醒来，已经被囚禁在了小书屋里。这时玉田走过来说，是因为爱她才这样做。随后又拿出盒子里的物品，一样样的解释给香秀听，告诉她永强杀过人，刘英偷窥她，自己把他们消灭完全是为了保护香秀。香秀听完，直接被这种扭曲的爱吓得人都崩溃了。看着哭晕过去的香秀，玉田放了一台打字机进去，准备让她在里面安心创作，自己则出来做两手准备。他先用香秀的手机发布一条动态，表示自己要闭关一段时间。随后又找到香秀的闺蜜，和他们说自己发现香秀出轨了心理医生，为此大吵了一架，还说现在两人已经断了联系。而这两个傻闺蜜对于玉田的遭遇也是非常的同情。另一边，香秀已经意料到了自己的结果，但她还是想为自己努力一把。于是香秀就把这段时间的经历写了下来，内容就是自己出轨心理医生的事情，当然也把玉田杀害永强和刘英以及囚禁自己的事融入了进去，然后嫁祸给了心理医生。香秀表示这就是完美的解决办法，而且玉田也不用再背负杀人的罪名了。看到香秀这样为自己考虑，玉田也十分感动，头脑发热的他立马打开了房门，可哪想下一秒香秀便袭击了他，把玉田锁进了小书屋后，香秀就准备逃离这里，可没想到外面还有一道铁门。无奈下，香秀只好返回地下室，却发现小书屋里已经没有玉田的身影了。原来他在里面放了把备用钥匙。随后香秀再一次用锤子打伤了玉田，并且拿到了外面铁门的钥匙，但男主毕竟是男主，岂会轻易就被打倒？最后香秀还是去见了上帝，而玉田杀了香秀以后，特意把尸体埋在了医生家附近，而且还在香秀的原稿里添了一点东西，然后就寄给了她的闺蜜。不久以后，书被出版，警方也找到了香秀的尸体，医生直接成为了替罪羊。这本书也是一度卖的脱销，成为了今年做火爆的书籍。我相信书中的故事你们已经清楚了，而玉田则在书店里等待他的下一个女神。